我们倒一点苏打水吧，清柠薄荷味的。哎，我觉得腌这个更好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环宇的美食空间。我们的宗旨是给你爱的人做一道爱吃的菜。那今天和大家分享什么呢？分享一道夏天我最喜欢一道传统粤菜——凉瓜排骨包。介绍一下食材啊，今天的食材比较多，凉瓜排骨包。首先排骨，这个是我们买的京排啊。哎呀，其实说是凉瓜排骨啊，我们没有买到凉瓜苦瓜。甚至知道苦瓜跟凉瓜的区别了吧？我们之前和大家分享过。你看，沉默了啊！苦瓜，你看就这种湿湿冷冷的；凉瓜，它是表面非常光滑的啊。香葱、干葱、姜，我们胀发的香菇啊，胀发香菇我们也有视频教学，大家可以回头看一眼。豆豉，这是阳江豆豉，红椒。还有蒜，今天的蒜比较多啊，待会儿我们跟大家分享过程。今天感觉我们的食材比较多啊，我们还是依次按照步骤来。来，我们今天准备了砍刀，我们来先加工排骨啊。排骨呢，我们买的时候其实让那个摊主给我们拉开了，但是我没有让他剁啊，我们还是回来自己剁，就是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一点。哎，你看这还带着肉呢，不重要啊。来，凉瓜排骨呢，排骨其实也可以切长一点，也可以切短一点，就跟我们吃那个粤菜早茶里的豉汁排骨差不多啊。那我们就剁成这么大，我这个一刀下去就是尽量一刀给它剁断啊。剁排骨我们一定要从这一面剁啊。我去，怎么样？好刀法，大概基本上就是这个大小。每一块都是这样啊，一定要拿刀的后部，它不会飞溅。那我们这个肉，肉也给剁了，这是带点脆骨啊，基本上大小就是这样。如果要去餐厅吃一份，大概我们这个1条半就够了啊。那今天3条怎么办？甚至都吃掉，都吃掉，都吃掉。行，打包吧。哎呀，这个肉原则上我们不往里放啊，算了，都放进去吧。好，都给吃了。好，是不是有点利落？太利了，太利落了，太利了。好。那这个排骨呢，其实之前我们已经清洗过了一遍啊，那我们剁完了就不用清洗了。这个凉瓜排骨呢，包括做一些我们的那个椒盐排骨、京都排骨啊，我说的都是粤菜里的。这个里面的排骨呢，要提前腌制一下。那我们做这个凉瓜排骨呢，原则上也是需要先提前的腌一下啊。过去呢，我们腌这个排骨基本上用那个石粉，石粉就是所谓的那个食用的那个小苏打，但是和苏打还有一点微微的不同啊。那我们现在为了身体健康，可能小苏打什么的就不用了。其实我倒觉得可以拿点苏打水，可以试一试，把它浸泡一下。但是我们没有苏打水，甚至怎么办？买去。买。哎，对了，你提醒我了，我们还真有苏打水。昨天我看那瓶子好，我买了啊。哎，那我们倒一点苏打水吧，清柠薄荷味的。哎，我觉得腌这个更好啊，但是我们的成本是不是有点高啊？哟，你看，带着气儿的啊。那我们倒一点，来，我们浸泡一下，抓一下呢。还有一个啊，摄影师，你记着啊，一定要记着啊，打码啊，打码啊，听见没有？千万别忘了啊。好，那我那个排骨让那苏打水浸泡10来分钟吧。那我们现在加工其他的啊，来加工这个凉瓜。凉瓜我们需要飞一下水，所以我们把炒锅做上水。来切凉瓜，之前我们和大家分享过炒凉瓜、豉汁凉瓜。哎，来我们同样是从中间把它给抛开啊。哎，这是苦瓜啊，我又说错了。哎，其实要是能买到凉瓜就好了，但是市场上还真没有。来，我们把这个籽给它去掉，可以慢一点啊，大家轻柔一点。苦瓜真的我觉得比凉瓜要苦，凉瓜的那个质感呢也会更好一点。我们其实都是去北京的相对来说比较大的那个农贸市场去买的菜、买的肉啊。那摊主说了，就一般都给供酒楼饭店这个凉瓜，而且还得提前订。相对来说，这个凉瓜的价格呢也会比苦瓜贵一点。把籽去掉，然后怎么办呢？来，我们切成骨排块啊。来，基本上就是这样。如果要是凉瓜的话呢，会比这个要再厚一点啊。好，那我们切好的苦瓜，不能再说凉瓜了。放在这里，切完一个，我们用2条够了吧？够了。哦，你其实是不爱吃苦瓜的是吧？你主要是爱吃这个排骨。
但是我告诉你，这个苦瓜夏天一定要多吃啊，夏天要多吃苦。其实就顶刀切就可以了啊，大小都是差不多的。好，其实我们今天做的这个量，如果要是去餐厅的话，应该是2份的量。摄影师，打不打包？咱们就多吃点，多吃点。好，焖饭了啊。焖了。太好了。好，凉瓜我们也切完了。凉瓜切完了，我们这个水也开了啊。那我们飞一下水啊，惯例放一点油，再放一点盐。我们把凉瓜放入，让它更加的翠绿啊。这个步骤大概焯水30秒，凉瓜焯水30秒，我们关火，把凉瓜捞出来，直接放在凉水里啊。放在凉水里让它泡一下就行了，因为我们离下一个用凉瓜的这个操作步骤还有一些时间啊。如果要是直接焯完了马上要下锅炒，我们就不用凉水泡了，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再用到它。不拿凉水泡的话，就直接放着，凉瓜很容易黄掉。接下来我们说一下排骨的这个事儿啊。你看现在我们这个排骨泡了一些时间啊，还是有血水出来，那就是刚刚好啊。用清水把它再给冲一遍，然后我们回来腌制一下。好，我们洗完了啊，排骨看看现在非常的光滑白哈。现在我们简单的腌制一下，下一下底味，放一点点盐，大概1/3勺吧，再来一点点生抽，生抽大概我们的勺是1平勺啊。好，差不多了，再来半勺的蚝油。好，那我们抓一下。在这个状态的前提下，我们来放1/3勺的生粉，这个生粉不要多啊，让它锁住这个排骨里的水分。现在腌制排骨的这个程序就结束了，现在我们再静置它10分钟。这个时间我们干嘛？加工其他的料头。食材比较多啊，那我们依次而为啊。这个蒜今天比较多，那我们分成2步啊。我们先拿2粒出来，这2粒干嘛知道吗？沈老师？吃，我去，哎。你气死我！这2粒蒜我们留着，一会儿切蒜蓉啊。这个呢，然后我们给它把头尾给它改掉，我们要蒜子。你看人家广东话啊，你看我们叫蒜头，人家叫蒜子，语言这个立马就高大了。我们现在这个蒜子是原始的蒜子，待会儿我们要给炸变成炸蒜子，把这个蒜炸成金黄色。蒜蓉，我们蒜末全都可以啊。有很多粉丝说了啊，说这个拍蒜这环节不能少啊。解压，那行，我们就拍，你们解压，我也解压。好，蒜蓉我们搞定，然后我们看还有香葱、姜、干葱，来，我们依次进行啊。我们都先放在砧板上，干葱我们也给它切成干葱蓉啊，这个我们直刀切成片。好，然后调过来啊，这里面刚才直着切不好切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直刀，来和这个蒜末放在一起，香葱就切葱肚就可以了啊。来，好，留点后边也无所谓啊，我们别浪费，这个都可以放在一起。然后这个姜我们怎么办？姜我们给它切成姜片啊。还是菱形片。紧张了，摄影师？别紧张。紧张了，没事啊，基本上就是这种。然后我们姜片不用切太薄啊。好，我们都用了吧？其实我还真的是挺喜欢吃姜的。哎，这个也放在一起。这个是我们今天的料头了吗，摄影师？这全是。哎呦，你真是聪明了啊！很明显，大家看到了啊，我们这儿还有。豆豉我们其实已经洗干净，然后我们晾了一下啊。我们暂时先给它放在一起，但是这个料头里确实还差一味，我们的胀发的鲜香菇，我们把这个蒂给它去掉吧。这个鲜香菇已经有味道了啊。我们和大家之前分享过怎么胀发鲜香菇，大家可以回看一下，我们争取也会把它镶到我们的视频里边。然后这个给它切片，片稍微的厚一点，基本上就是这种状态啊。胀发香菇非常好吃啊。来，那现在我们最后还有一样没有切，就是这个红椒啊。这个红椒的作用呢，其实这个作用是什么？摄影师？配色。成功了，你开账号吧。来，这个是配色用的。那配色用的其实
这一根有点长啊，大家喜欢颜色再丰富一点的话呢，那可以买黄椒，就是那种黄彩椒，我们就给它直接切角吧，好不好？也不用那么规规矩矩了，我们节约食材啊。来，这样大家可能看得更清楚一点啊。我们把这一个都切完吧。好，基本上就是这样。那我们现在凉瓜排骨包的所有的主料配料粗加工暂时完毕。现在我们按顺序一步一步来啊。来，我们先把炒锅烧热，我们先炸一下蒜子啊。炸蒜子的油呢，我们就用之前炸东西的油啊。来，这个油稍微的可以多一点点，然后一会儿我们还要炸排骨，我们就一锅烩了。好，润锅。炸这个蒜子啊，大家记住一定要用小火，大概3、4成油温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蒜放下去了啊，把它炸成金黄色。炸完了之后，我们的这个蒜也会软下来，冒泡这种情况。来，我们现在一定要关小火了啊。我们说了啊，这个蒜要炸到金黄色，但是不要等它在锅里边完全的变得特别金黄了再捞出来，那个时候已经晚了。来，大家看一眼，这种状态已经就可以捞了啊。捞出来之后，它还在持续的升温。来，其实现在我们这个油也有点蒜的风味了啊，感觉像这个蒜油一样。炸完的蒜子就是现在这种状态，我们先给它放到一边。红椒角其实是为了配色，我们最后放，但是我们也给它轻轻的过一下油啊。好，这个时间不要太长，轻轻的过一下油就可以捞出来了。OK， 轻轻的过一下油，来，我们也给它放在一边。现在我们要炸排骨了，我们炸排骨油再多来一点，因为我们这个排骨比较多啊，我们一次把它给炸好吧。如果要家里边用的油少一点的话，那我们可以分次炸。放排骨的时候呢，我们油温相对来说稍微的要高一点点，大概在5成左右啊。好，现在可以了。来，我们把排骨放入。放入排骨，我们先不要动啊。这种状态我们不要搅动它，但是我们可以晃一下锅。哎呦，你看刚才有油溅出来了啊，就证明我们里边还有点水啊。这个时候是开的中火，不会粘锅啊。你看现在已经能晃动起来了。我们把这个排骨炸到什么程度？炸到金黄色。现在我们炸了5、6分钟啊，就是这种程度啊。摄影师看一眼，炸到这种程度基本上就可以了啊。现在我们开一下大火，吹一下，好，可以关火了。我们把排骨捞出来，还是放在我们的这个盆里啊。来，把油稍微的控一控。今天的排骨感觉有点多呀。好，炸完的排骨就是这样，基本上准备工作完成了啊。那我们开始烹炒，炒锅烧热，烧热之后，我们先把这个凉瓜排骨包非常点睛的一味食材豆豉放入，我们先备一下香啊。这现在我们锅里没有放油啊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现在加油啊，直接放油。油温上来之后，我们把我们的料头放入：蒜蓉、姜蓉、姜片、葱冻、香菇。炸好的蒜子，大家看一眼啊，刚才我们捞出来没有这么金黄啊，现在非常金黄，香气四溢的炸蒜子。好，现在我们爆香之后改中火，把我们的排骨倒入。真是香气四溢，摄影师，感觉香味出来没有？现在就想捏一块尝尝。捏不了，现在还没有完全熟啊。来，我们现在烹入料酒。烹入料酒之后，我们现在先加一味调味料，就是我们的老抽，其实是为了增加我们的颜色啊，大概1平勺，其他的什么都不用放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开一下中大火啊。哎呀，刚才忘了跟大家说了，我们还要准备开水啊，把开水倒入。这个水的量以没过排骨为宜。来，开大火，这个时候我们把锅盖盖上，焖它10分钟。
10分钟啊，我们看一眼我们排骨的状态。哇，厉害了！那现在我们调一下味道啊，来，生抽来1平勺，一点点盐，再来一点味精，糖可以多来一点啊，因为我们有排骨。糖来多半勺吧，再来半勺的蚝油，尝一下味道。鲜美，冲一下勺，马上回来。下完味道了，我们这个时候这种状态，把凉瓜倒入。现在把凉瓜放入之后啊，哎呀，真是有点多了。我们再把锅盖盖上，焖3分钟。趁着这个光景，现在把我们的煲仔啊，沙包现在给烧热。来，把沙包打开啊。这个时候我们往沙包里淋一点点香油啊。现在这边烧着煲仔，来过来看一眼我们的这边凉瓜排骨什么情况？哇！我觉得这个已经有点要脱骨了啊，但是确实有点多啊。来，最后我们这个时候把我们的红椒角倒进来，现在是大火状态啊。焖的这个排骨转到沙包之前，我们淋一点点芡啊，淋一点点芡汁，让它包裹一下。来，再来一点点芡。好。基本上这样就可以了。现在我们的煲仔也烧热了，这个时候我们要转移一下阵地，把我们的排骨放到沙包里。来，有没有呲啦的声音？哇，哇！哇！你看，我说我们的沙包装不下了。看看我们的这个状态怎么样，摄影师？太香了。这个时候我们把煲仔的盖子盖上，我们顺着这个煲仔的边儿淋一点料酒，让它更增加一些香味啊。顺着边儿淋就行了。好，2分钟之后，我们打开煲仔，看一眼是什么状态。好，我们现在转一下大火啊，看看我们这煲仔烟气上来。现在关火。我们现在先不打开盖啊，我们挪到我们的砧板的这个位置。哇，太香了！走，这是我们的凉瓜排骨包啊，超亮的凉瓜排骨包。我们现在开一下盖啊，看一眼。来，1、2，走喽！哇，有没有食欲？香气四溢。哇，真是香气四溢的我们的凉瓜排骨包啊！今天这个我们这个真是香气四溢啊！夏天里我非常喜欢吃的一道凉瓜排骨包。超大量的，成功了！你学会了吗？学会了，别忘了给你爱的人做起来吧！喜欢我们也别忘了给我们点赞关注，这对我们非常重要。我们明天见，拜拜！我尝一下啊，看看是不是脱骨。哇，来，摄影师这个给个近景来感觉一下我们这个排骨的感觉，来蘸点汤汁。我真的有点迫不及待了。脱骨，太香了，赶紧去盛饭吧，拜拜，明天见。